那大人的缺点弱点呢，就是一张丑了就不画了。那这个就是这个才是真正的重点。来，皮亚，我先说一下，上梯次上完课到目前，以这一张团弹图的话，我记得我之前有讲，而且你这样是不是有自己在修过？我觉得你的完稿度、美感、细节都相当不错。那我帮你解决的不是色彩问题，当然色彩也可以调，色彩呢暗的颜色要更加的有相近处。如果你是蓝色一路到底，然后紫色一路到底，那这个整张画面呢就会变成每一块物件好像都分开，没有一个整体性。到后面的高端局，暗面要有一些雷同的颜色，特别是利用类似封闭印去做统一，那整张图呢就会变得很沉稳，内容呢就会连贯。如果没有用封闭印，没有善用封闭印的话呢，你就发现画面每一块东西都认真画了，每一块颜色都层次都给它画个几十层了，但它却没有整个整合起来。这个是共同阴影封闭印的这个作用。那这个部分我认为你可以先不管，因为我觉得比较重要的，应该说你这个色彩画下去，你自己画起来比较有余裕了，你的封闭处你已经意识到要主动处理，画面的完整性整体连贯就基本上会起来。所以这个部分你应该可以自己体会得到，所以我要给你改的反而是你目前为止我认为还没有调整到位的像这种东西。那我改了很多东西，有看得出来吗？从脸开始，首先呢这个五官是歪的，而且眼白太多，眼白的面积占比那么这个叫狰狞，知道吗？好，所以呢你要用眼线压一下，降一下眼白。然后呢镜头呢是有点微微由下往上的，那这个嘴的表现方式呢还不够端正，感觉是歪的。然后鼻子这边弯曲勾进来，哇，那这边这个微亮这个线条很不妙，尽可能让女角的鼻子是偏翘的，不要有任何一丝线条是下垂。那这样的话呢脸就会开始走样，所以先看脸。好，然后呢在这个镜头角度下，头顶应该是看不太到，我们在画的时候呢要表现发流，然后要表现头顶这边的发束交错的那种丰富度。画着画着这边面积就增大了，增大之后呢你头的角度就不对了。当你有点微微的仰头的时候，你头顶是看不到的。以镜头来讲像这样，所以这边的那个头顶面积要非常的小，很薄。然后再来呢你安排的这个羽毛你已经知道要翻折了，但还不熟练，从这里就要翻。这边的画法比较像是你已经在注意细节，但是呢它翻的方向你没有注意到，因为头整体的平面你贴上去是不对的，你应该是一下子就要翻起来，这样才对。你感受一下有没有，你没多久就立刻要翻起来了。那这些都是很细微的立体反应。那这个问题呢看似好像很简单，对不对？但其实要练到熟练，练到变成一个很直觉，那需要后面的时间。如果以我在看我觉得你们很多人像你跟我当时，如果我刚进职业圈进行业刚才能够画那个封面干嘛的，我觉得你们的实力都很接近那个时候。只是说现在环境的要求就已经不是我如果换成我当时那个实力，应该还进不了行业，以现在是进不了行业的。但我觉得你们，所以我才觉得整体实力都在提升嘛。那我觉得你保持这个步调继续画，我不担心。然后这边调整给你的都是那种更优化的那个空间结构方案。好比说这个领子你已经知道要画成立体的，要翻你都知道，但是呢你要再更大胆一点，甚至挡脸你要主动的挡上去。然后这一块那个领巾，其实在这边你也都愿意做这种那个画这种翻起来的感觉。然后这个折我觉得画的非常用心，看得出来。但是你应该一开始就要更大胆一点的，整个翻到翘起来，它才能够配合你这个角度。不然的话呢这个就很像是你想了一个好的角度，但是呢你很多东西就会施展不开，不敢翻，就是绑手绑脚了吧。那它就会压抑你的角色胸部，压抑你的身体表现，再来会连你的角色下半身全部拖累，肩颈就没办法。现在我们都用那种新手玩家进游戏魂类 BOSS， 一开始大树守卫就在门外等你，没办法那画这个东西呢，它又不像说玩那个魂类游戏，我们绕过去绕不掉的，肩颈你几乎跑不掉，那它就很难。要完全克服肩颈是需要很长时间，那我认为我对你是蛮有信心的，你是可以的。好，那我觉得画久了之后呢，就会知道说让胸在这个角度让胸挺起来之后，
再来重改上面的饰品，甚至牺牲一点脸，你都要愿意做。好，那先遮一些脸掉，最少你的角度呢能正确，能够施展得开。再来，我们再看有没有折中方案，再把这边慢慢的调整好，说不定可以让回来，把脸再让出来。好，你感受一下。好，然后手的这个勾的感觉呢，这个立体远近不大理想。有没有看到？那问题在哪呢？就是因为你太极力想要往前这样挽着这个乐器，对不对？好，其实这个动作本身你可以先直直的画，往前的是前臂，不是上臂，所以你只要从手肘这边用中起瞄一下，画短，这样子就可以，不用在这边就已经开始要扭，然后扭不动之后反而影响整体比例，对不对？好，然后往下，我觉得你这个真的是爱丽丝这个例子啊，就这个作品，其实你真的很多地方都很用心的。然后肢体的流畅度不太够，好，一般我们画这个腿，虽然要让这个脚弯起来，可是要注意这个节奏，好，从脚踝是要略凸再弯才对，好，那你是到了点，你就已经往内勾，这样的话呢，其实你鞋跟处理什么，你会反应不过来，好，像这样子比较好，这样才自然。这边到脚踝是有一点微凸再勾回来的，你看看自己的脚是不是这样？这个要看女生，男生一般脚都没有办法打这么平哈。画什么日用品练透视？当然啦，你只要是画立体的，就都在练透视哈。任何立体的物件都是练透视。好，其实画面左边这条腿如果正常的话，应该再往内再挪一点点，会更符合这个屁股哈。那怎么办呢？我们现在临时改一下好了，因为我觉得这个看起来这个跟这个屁股有点接不起来，改这个不费什么时间的哈。调一下，只是这样可能就要画斜肩什么的，这个长度比较正确，然后推一下，男生没办法，很可惜，我们不行啊，我们没有那么，男生大部分脚可能不太有办法这样，男生的依我啦，我可能骨头硬，是不是？真丢脸，练过体操还这么硬，骨头还这么硬。像我以前，因为我是半路出家练体操那种，我没有从小压这样，所以我的脚就不平。当时既然练习体操，其实就会有幻想，是不是能够变成那种专业？其实体操没有专业运动员，那个还要20几岁就退役的。你要说这个要不要从小练？我认为要。画图不一定，画图我认为不用。画图应该是你听得懂，你练才会快。这个有差，但是别的画图我认为没差。人文的我就觉得。你应该是懂得多语言啊，或者一些文字理解的够多，那你看教材也会比较看得懂嘛。你要说小孩子就画起就厉害，那我不这么看。我觉得小孩子就只有一个优点，不怕丑啊，可以大量的画不怕丑。那大人的缺点弱点呢，就是一张丑了就不画了啊。那这个就是这个才是真正的重点哈。你要是不怕丑，你就可以进入一种叫无敌状态。好，提养。这给你当参考，然后你也可以再看一下另一只手臂，像你想要让这个手这样很用力的这样伸出来，你有没有发现它已经整个要断了，已经要断了，然后你也很努力有记录我教你的，来指尖半圆，我都觉得在你的画面上看到你的用心，然后反映我的用心，这个就是看了会让人感动的图，因为每个环节我都看到自己的影子，然后你都有在这个路线上前进，这很不错，好，请你继续加油，继续画，我觉得指日可待的东西哈。